我们未来是要谋求统一的嘛。当然，统一不是说今天说了明天就做了。那既然你的目标是统一，我们是不是要逐渐往统一的方向迈进？所以我才在我选举的时候，我说要和平协议，也就是两岸到目前为止还是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当中，只是停火而已。朱姐已经把路标插在那儿了，统一。郑丽文，你敢不敢走？最近国民党新换了新当家，大姐大郑丽文。那这位郑丽文啊，在岛内那可是有名的战将，以前在立法机构里吵架那叫一个凶。你的权利不是你的权利，你可以愤怒，我也可以愤怒，怎么样？你有意见吗？你们要求全民吃这些有毒的来猪肉，就是有意见，怎么样？这回呢，他当上了党主席了。这按理说吧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得赶紧把场子给镇住。可是问题是啊，他是屁股底下的椅子呀，估计还没坐热乎呢。另外一位国民党的前大姐大洪秀柱，人称柱姐的，就没跟他客气。柱姐这个人吧，个子小小的，但是脾气火爆，人送外号小辣椒。他可不来絮叨，直接就给郑丽文上了一课。那洪秀柱是怎么说呢？他就告诉郑丽文啊，丽文呀，咱俩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两岸关系啊其实没那么复杂。既然咱们最终的目标是统一，那你就别磨叽啊，别绕弯子，就该明明白白、坚定不移的朝着这个方向走。这话说的那叫一个直球啊！那为什么说这一棒子打得狠呢？因为这一下啊，是直接打在了国民党过去20年的老毛病上。哎，你想想，过去这20年，国民党最被人骂是啥？就是那6个字儿：说不清，讲不明。哎，你问他你要不要统一呢？他支支吾吾，哎呀，这个嘛，时机未到了。哎，你问他你要不要独立？他赶紧摆手，哎呦喂，这个不行哦，这违反宪法，会打仗的啦。那你再问他，那你打不打算用武力？他更害怕了。我们是爱好和平的，怎么能动武呢？好吗？这就齐了。这就是以前马英九那套不统不独不武，听着好像很中庸之道，对不对？这两边都不得罪。可是结果呢？洪秀柱他们这些深蓝的就看得很明白了啊！哎，你不敢统，不敢独，不敢武，绕来绕去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敢存在啊！你连自己是谁，要往哪儿走都不敢说，那你这个党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？你就变成一个透明人啊！大家当没你这个人。现在轮到郑丽文登场了，郑丽文也知道这个老毛病啊，所以他上台确实想搞点不一样的。他高高举起了9·2共识的大旗，而且公开喊话，喊什么呢？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。那这话一说，确实啊，比过去那些维持现状、一中各表之类的模糊口号要清晰多了。至少他敢认中国人这个身份了呀。但是呢，柱姐的火眼金睛又看穿了。洪秀柱就问了：你现在喊这个到底是战术还是战略？那这话是啥意思呢？战术就是啊，你是不是为了选举，为了拉拢深蓝的票，临时喊一喊啊？战略就是这是不是你未来10年、20年要坚定不移走下去的终极目标？柱姐是看得明明白白啊！如果你嘴里面说的是共识，是我是中国人，但是你就是闭口不谈统一这2个字儿，那你跟以前那些人有啥区别呢？你还是在绕圈子呀！那您赞成统一吗？是统一不是喊口号，统一也不是一触可及的。我一再强调，两岸隔绝了这么久，彼此有这么多的误会跟矛盾，所以怎么样？我讲过，今天两岸未来的发展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维持现状嘛，所以我在辩论的时候我不是有讲嘛，如果要改变现状，一定是要两岸都乐见的，台湾人民是接受的，是乐见的那样子的一个结局，所以我才说，任何现状的改变，当然包括统一，是你一定是尊重台湾人民2300万人民的意见情况底下，是你一定是开开心心的嘛，所以不是说哦，因为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所以我只好跟你统一，不是，绝对不是这样子。你国民党在这纠结要不要讲统一，你看看你的对手民进党啊，人家民进党讲台独啊，什么时候绕过弯子啊？马英九那会儿啊，这个民进党可能还稍微伪装一下，说什么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名字叫中华民国之类的，还拿这个中华民国当个壳。现在呢，赖清德上台了，人家连装啊都懒得装了。赖清德上来就修改这个安全条例，其实说白了啊，就是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。那什么叫绿色恐怖啊？用大白话讲，一边禁书，只要是讲中国历史多一点的，讲两岸交流好一点的，通通给你审查，不让你进校园。一边锁网，网络上谁敢说大陆好话，谁敢批评民进党抗中，马上侧翼网军出动，给你扣帽子，人肉你，甚至让有关部门去查你水表。那现在更离谱啊，连岛内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话，讲了多少中国史地，都要被检举、被约谈。
哎，你看人家民进党为了台独这个目标，人家可是全方位无死角在行动啊。这么一对比啊，就特别讽刺了。民进党在拼了命的往独的方向冲，而国民党呢，连新上任的主席都还在那儿犹豫。哎呀，统一这两个字是不是太刺激了呀？要不要讲呢？那讲了会不会掉票？这就难怪洪秀柱这种老国民党都要心寒了。洪秀柱的话为什么这么刺耳啊？因为他不想再看到国民党天天拿和平当绷带绑在自己身上，好像自己是和平使者，却不敢正视统一这个真正的伤口。你不敢面对伤口，你光贴绷带，那个伤口早晚得烂掉啊。当然了，咱们也得公道点说，郑丽文他不傻，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政治人物，他能不知道统一这两个字在台湾岛内有多毒吗？他太知道了。他知道只要你敢公开说我要统一，那你第二天就完蛋了。民进党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机器啊，马上就给你扣帽子，中共同路人，卖台贼，你要把台湾送上断头台，各种标签就啪啪啪给你贴上，给你抹红到底。但是呢，柱柱姐的意思也很明确啊，如果你怕被贴标签，你怕被抹红，你怕被围剿，那你当初就别出来从政，更别出来选这个党主席。你当党主席不就是为了带领大家走一条别人不敢走，但是你认为正确的路吗？你看郑丽文现在提的政策啊，他说我要推动两岸农业合作，我要恢复国统纲领的讨论，这些事好不好呢？当然是好事啊，总比天天抗中保台强吧。可是你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只是为了打打安全牌，安抚一下深蓝的，迎合一下那些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中间民意，还是说你做这些是真心实意的在为未来的统一铺路？那如果只是前者，那对不起啊，你这就是维持现状的翻版，你只是把马英九那套不统不独不我换了个包装，改头换面又端上来了。这洪秀柱啊说的很直白，两岸问题没那么复杂，他不是天真，他不是不知道现实多难，他是在提醒国民党别再自己骗自己了，别再自我麻醉了。今天两岸关系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？不是因为对岸施压太多，而是因为岛内这帮人呀自己信念太少，你心里面先动摇了，你先跪了，那可不就复杂了吗？大家想想啊，当年连战顶着多大的压力访问大陆啊，签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，那个时候民进党骂得多难听啊，说他是卖台先锋，但是他还是去了呀，那就叫勇气。今天呢，今天的国民党别说统一了，那就连提一下，哎，我要不要去大陆访问，都得先赶紧找民调公司算一算，哎，我这么干，中间选民会不会跑掉啊？我的选票会不会减少啊？你干啥事都要先算计选票，那你还谈什么路线啊？你还做什么第一大在野党？这郑丽文前两天接受采访，他也反问了一句，他说谁愿意花 GDP 的5%在军费上啊？这话没毛病啊，台湾老百姓当然不愿意把钱都拿去买武器，谁不想过好日子呀？但是柱柱姐的潜台词是，这不是重点哦，重点是第一，如果你不愿意打仗，那你准备好怎么统一了吗？这第二呢？如果你不愿意对抗，那你就不该被动，你该主动出击。92共识不是一个护身符，你拿在手里面念叨我有共识，我有共识，然后一步都不往前走，那你这个共识就是一句空话。洪秀柱这个人啊，他不怕争议，他早就被贴满标签了，什么统派、极统、红统，他什么帽子没戴过呢？他也知道讲统一这条路在台湾绝对不受欢迎，可是他还是说了那句最重的话，和平是过程，统一才是目标。如果连统一是目标这一点都不敢承认，那洪秀柱的意思是，你国民党还不如改名叫台湾维稳党算了。哎，你存在的意义就是维持现状啊，别出事儿。所以呢，郑丽文光讲我是中国人不够，你得告诉台湾老百姓，特别是那些还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人，咱们这些中国人要往哪儿走？如果你只讲我是中国人，那最后就变成一个空洞的文化认同。哦，我喜欢看《甄嬛传》，我喜欢吃中餐，我写汉字，所以我是中国人。但这跟政治意志没关系，你必须告诉大家，我们不仅文化上是中国人，我们在政治上的未来也要和大陆连在一起。那现在岛内的民调很有意思啊，88%的人啊希望两岸加强沟通，63%人不满赖清德的两岸政策。哎，你看啊，台湾老百姓不傻呀，他们知道民进党这么搞下去要完蛋，他们渴望和平，渴望交流，但这88%和63%并不代表他们就支持统一，这才是摆在郑丽文面前最大的考验。你不能只做反民进党的代言人，你看民进党多烂呀，大家快来投我。你必须做正向统一的推动者，我告诉你们一条新路，统一的路，这条路更好。
洪秀柱还提了一个词啊，叫一线谋统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是天真啊，他是在说今天台湾自己那套限制性规定就是他们自己的宪法，它本身就承认一中原则，它本身的目标就是国家统一。哎，你自己宪法里都写着要统一，你国民党作为护宪的党，你都不敢讲统一，那你这不就是自废武功吗？那更重要是什么呢？是时间。大陆的耐心正在被民进党和那些暗毒的国民党人一点点耗尽。2025年的对台工作会议早就定调了，塑造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。大家注意这个措辞的变化啊！过去大陆的策略是反独，你别搞独立就行。现在大陆的策略是促统，我不管你独不独，我就是要创造未来，这个未来就是统一。大陆已经不再是维持现状了，大陆是在创造未来。如果郑丽文能看懂这一点，他就该知道留给国民党、留给台湾绕圈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那台湾不能永远停在那个死循环里。统一当然不是郑丽文一个人说了算，但总得有人必须第一个站出来，把这个皇帝的心意给戳破，把统一这两个字堂堂正正的摆在桌面上。国民党如果再往后退再搞模糊那就像已经走到了桥头，对岸就是目标，但他们却在桥头犹豫不决，不敢过河。所以说洪秀柱的这番重话不是在给郑丽文出难题，他是在给郑丽文一把钥匙，统一就是这把钥匙。那郑丽文他能不能用这把钥匙，敢不敢用这把钥匙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胆识了。那现在呢，国民党党内各派势力都在看深蓝的在期待他讲统一，务实派的在希望他保中道，别太冲。他如果想两边都讨左右为难，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都做不成。很快2026年台湾就要地方选举了，如果国民党还想靠那套模糊路线，靠讨厌民进党来赢选票，那最后呢，你可能真的赢了几个市长县长，但是你输掉了整个党的方向和未来。统一它不是一个口号，它是一条路径，这个路径可以走得慢一点、稳一点、小心一点，但是它必须启程。洪秀柱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说透了，说重了，他就是在逼郑丽文，你不能再回到马英九那套消极路线上去了。那今天的台湾不是没有空间，而是没有声音。谁敢第一个大声说出统一这两个字，谁就能撬动那些沉默的多数。这郑丽文如果只想当一个和平的代言人，那他很快就会被时间遗忘。但是他如果敢成为统一的启蒙者，那他就能成为历史上真正被记得的那一个。那把主席的椅子再热也坐不稳一个没有方向的领导人，目标不清楚你绕再多的圈子都只是在浪费时间。这柱姐已经把路标插在那儿了，统一。郑丽文，你敢不敢走？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。那对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？评论区聊聊哦。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